北風起食臘味係一句廣告詞，民間嘅講法呢應該係秋風起曬臘味。歡迎來到阿里廚房，今天咱們就來曬臘肉。現在是臘肉季，要早一點去菜市場，不然好一點的部位都被人截胡了。這個還行吧，不算太肥，也不算太瘦，長度有近60厘米，算是一頭大豬了。熱心攤主已經幫我把穿繩孔開好了。考慮到家裡有光吃瘦不吃肥的小朋友，就再搭上一點前腿肉，放點40度左右的溫水清洗一下。主要就是刮刮豬皮，攤主可沒咱這麼認真仔細的態度，也可以直接把豬皮鏟掉，曬成無皮臘肉，風味上並不會受影響。這個厚度要合適，太薄了還沒開始發酵就乾了，太厚了需要很長的晾曬時間，差不多2厘米，也就是1指半左右就比較合適。再放一盆清水清洗第二遍，這次就以泡為主，期間可以準備一些掛繩，逐一的把掛繩穿好。這根掛繩從現在開始會一直跟隨着它，直到想要吃掉它的那一天，所以要選擇質量好一點、耐用一些的。穿好掛繩也就泡好了，找根杆子穿起來，移到邊上掛着，讓它把多餘的水分滴乾，有2-3個小時就差不多了。移回到盆子裡，準備醃製。高度白酒最好用清香型的汾酒，也可以按自己的喜好去選擇，例如二鍋頭、大曲、二曲、三花。搞個醬香型的臘肉或許也挺有意思的。倒進肉裡，充分拌勻了。高度酒不一定能起殺菌的作用，但肯定能延緩細菌的滋生，同時也是廣式臘肉的風味來源之一。接着就加鹽糖進去一起拌。我這肉多盆小，就分2次進去拌勻了。到這裡是個風味分割點，僅用前面3樣材料曬出來的就是原味白臘肉。我還可以再加一點生抽進去，增加一點醬香氣。以前也會用到一點老抽，以增加色澤。但這種色澤比較沉悶，現在已經不用了。也有人會加點八角、胡椒粉，增加一些香料的氣息，這些都會比較隨意，按個人的喜好去調整吧。要醃多久呢？老人家會告訴你一個隊，也就是今天早上醃到明天早上就可以去曬了。期間每隔1-2個小時就要翻動一下，讓沉底的味汁能挪動一下。那晚上睡覺就不用起來翻了，頂多早上再翻動2次就差不多了。到第二天，太陽出來了，就可以開始曬臘肉了。先不着急推開，把盆子放下面，接一會兒滴下來的醃料。如果說醃料口味是可以多變的，那麼曬臘肉的天氣就只有一種。天氣晴朗，陽光明媚，北風微拂，尤其是剛開始的2-3天，特別重要。所以要動手之前，要密切留意未來幾天的天氣預報。這是同場加曬的臘腸，詳細的做法放在這裡了。這邊滴差不多了，就把它們推開，正式開始接受陽光與微風的撫慰。這些醃料也不要浪費了，起鍋用一點油，爆香薑蔥，倒進鍋裡煮沸。其內的水溶蛋白受熱會凝結成絮狀物，用個篩子隔掉。試試味，酌情加點開水進去，
再来点老抽，把颜色提上来。隔渣之后，就得到了一碗非常鲜美的豉油了，用来做蘸料或者炒菜、蒸鱼都非常不错的。世间如白驹过隙，西边的山头只留下了一抹红霞。经过一天的晾晒，在阳光和北风的双重作用下，釉面上的水溶性蛋白脱水固化，形成了一个保护壳。之后的几天晾晒，本质上就是不断的增强这层保护壳，防止水分蒸发过快，为后续的发酵增香奠定基础。为避免早晚的雨露打湿，要把它们全收进屋里，晾过在通风的地方过夜。第二天早早的把它们再画出来，迎接新一天阳光和北风的洗礼。如果一直有这种天气，晒个4-5天也就差不多了。不幸的是，从第3天开始就出现这种没有太阳的天气，而且环境的温湿度也明显上升。还好偶尔有轻柔的北风吹拂，晒到第7天，只要稍微走近就能嗅到悠悠的腊肉香气了。捏一下纯瘦的部位，会感觉比较硬实，这时候就差不多了。不要晒到往外滴油的程度，油脂的渗出会让成品的香味大打折扣的。这个时候就可以把它们收掉了，再放在阴凉通风的地方吹晾，熟成1-2个礼拜以上的时间就可以了。着急的话现在也能吃，只是还没达到最好的状态而已。最好能保证环境温度在5到20度之间，湿度在 60% 以下，有轻微的北风吹拂。如果遇到了恶劣天气，例如回蓝天，可以包起来放进冰箱冷藏过渡一下，有合适的条件再拿出来晾到硬身为好。保存的话可以简单套个密封袋，放进冰箱冷藏室，1个月内吃完。腊肉最怕的就是油脂被氧化产生异味，所以有条件的可以抽个真空放进冷冻室，那么吃到明年也是没有问题的。我是阿里，谢谢你的观看，咱们下期再见。